八旬老伯蜗居楼道4个月引关注，法律与伦理困境拷问家庭赡养责任。上海嘉定，一位86岁高龄的老伯在楼栋底层过道里栖身近4个月的事件，近期引发社会广泛关注。这起令人唏嘘的事件，不仅暴露了现代家庭关系中的深刻矛盾，更将法律规定的赡养义务与复杂的亲情纠葛置于聚光灯下。据了解，这位何姓老伯的困境源于其与儿媳及孙女紧张的关系。孙女儿何女士透露，自6年前父亲去世后，爷爷性格变得愈发强势，甚至出现持刀、威胁、撬门等过激行为，导致儿媳和曾孙女因恐惧而不敢回家，最终无奈将老人拒之门外。然而，何老伯并非没有其他子女，他在江苏泰兴上有2个女儿。尽管孙女儿曾将老人送回泰兴由姑姑们照顾，但老人又坚持返回上海。在老人滞留楼道的近4个月里，属地派出所多次出警调解，并为保障老人安全，安排特保人员24小时轮班看护。公众对此议论纷纷，有网友认为老人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其过激行为是导致目前境地的原因，但也有观点指出，无论如何，年事已高的老人理应得到妥善安置，建议家属协商或共同出资将老人送往养老院。事件处理过程中，属地街道和民政部门积极介入。江桥镇民政部门多次与老人的2个女儿及女婿沟通赡养事宜，但进展艰难，特别是老人大女婿明确表示不可能赡养，并提出需先解决老人与儿媳的纠纷。民政部门负责人强调，赡养问题不应被家庭纠纷绑架。尽管民政部门与泰兴方面沟通协调，并曾尝试将老人送回泰兴，由当地救助站和村委会协助安置，但2次尝试均告失败。老人先是被女儿们拒之门外，暂住村委，后又自行返回上海。再次回到楼道，据小区居民反映，老人返回后依然试图撬门进入原住处。法律界人士在此事件中重申了子女的赡养义务。上海市老年委志愿者律师李东方指出，民法典明确规定成年子女对父母有赡养义务，这不因父母财产处理或其他恩怨而改变。子女置之不理，导致老人遭遇不测，可能构成遗弃罪，需承担刑事责任。同时，律师也指出老人的某些行为，如侵占公共区域、破坏财物等，也已触犯法律。我的观点，这起事件是一出令人心痛的家庭悲剧，也是社会治理面临的难题缩影。老人的遭遇固然与其自身的行为模式有关，但子女将其长期弃于楼道，无论基于何种理由，都严重违背了基本的家庭伦理和法律规定的赡养义务。正如律师所言，赡养义务是无条件的，不应成为解决其他家庭矛盾的筹码。子女与老人之间或许存在难以化解的隔阂与伤害，但这并不能成为推卸责任的借口。作为成年子女，如何在保障自身安全和权益的同时fulfill对父母的赡养责任，是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。简单粗暴地将老人推向社会，不仅是对老人生命健康的漠视，也是对社会道德底线的挑战。同时，事件的处理过程也暴露了跨区域协调和家庭纠纷调解的复杂性。如何在老人户籍地和实际居住地之间建立有效的联动机制？如何在尊重法律框架下，运用调解、心理疏导等多元方式化解复杂的家庭矛盾，是需要进一步探讨和完善的。希望这起事件最终能推动相关方正视问题，无论是老人的女儿们，还是老人户籍地及居住地的相关部门，都能采取更积极有效的措施。老年人的安养是家庭责任，更是社会责任。任何老年人都不应在生命的暮年孤独无助地流浪街头或楼道。这不仅是对个体尊严的践踏，也是对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拷问。将老人送往养老院，或是在多方协助下促成其回乡安养，都需要家庭成员放下前嫌，承担起应有的责任。这不仅仅是法律的强制，更是人道的底线。
今天这个话题我就暂时说这么多。如果您有不同的看法或者建议，记得留言告诉我。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我是胖僧，谢谢大家。